大家发现没有，阴谋论者总是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对地球和人类起源的一切认知都是谎言，但事实证明，人们的创造力有时候也能揭示某部分的真相。一些探险家，比如撒加利亚·西琴，就对秘密历史非常感兴趣。他认为真相就藏在古代的粘土板、吉萨大金字塔、奇怪的象形文字、古老的浮雕以及一些独特的工艺品中。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发现，或许也在暗示人类文明起源的真相。不过，最近一个重要的线索发现，让这些观点更加的真实，或者说可靠性。这条有价值的线索，而它就藏在人类的 DNA 之中。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谁创造了人类呢？1849年，考古学家亨利·利亚德与他的团队正在伊朗的西帕废墟遗址进行挖掘。这座曾经存在过的城市，在过去是一个辉煌的地区，名为美索不达米亚。它的街道看起来像是一张复杂的古建筑网络，是曾经苏美尔文明遗迹。这是一个在科学和工程知识方面遥遥领先于其时代的先进文明。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偏偏拥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呢？考古学家们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寻找其中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团队对发现的东西兴奋不已。他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点点，而是约2万块由古苏美尔抄写员书写的粘土板。这个宝藏具有5800年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翻译的结果。他们希望这样一个先进的文明能够为许多事情带来启示和指引。不过，当研究人员们最终获得适应的文本时，他们发现这些粘土板上的创世神话偶尔与其他地区的民间故事、圣经乃至一些普遍被接受的科学事实都有所重叠。这个发现让很多人陷入了疯狂，这怎么可能呢？那么，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古老的故事说起。古代苏美尔人智力飞跃的起点是他们从天空来的人那里获得了许多的知识。苏美尔语中专门用一个词来称呼他们，叫做阿努纳奇。一些描述说他们有翅膀，而一些又表示他们没有翅膀，但都描述了他们都是来自天空的存在。他们是半人半鸟的存在。苏美尔人在这些粘土板中想要强调他们的飞行能力。古代人们说，这些生物大多看起来像人类，不过肩膀更宽，头部细长且呈卵形。阿努纳奇非常高大，有5米高。此外，他们的寿命能达到上千年甚至更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认为神灵的原因。苏美尔人声称，阿努纳奇来到地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黄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全能的神奇会需要这个化学元素呢？黄金是一种化学元素，其化学符号为 O， 原子序数为79。虽然在宇宙中，金是相对较稀少的元素之一，但也并不是地球独有的元素。大部分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恒星的核融合过程。在恒星的内部，氢元素如氢和氦通过核融合转变成更重的元素。相比之下，金的产生需要更加特殊的环境，比如恒星爆炸，如超新星爆发或中子星合并。中子星相互碰撞并合并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得核反应可以合成更重的元素，包括金。这也使得金在地球上变得非常珍贵。尽管如此，这还不是这些泥板中最奇怪的部分。这个神秘文明的成员声称，人类是由这些来自天空的生物所创造的，并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来完成艰难的黄金开采任务。根据古代苏美尔人的说法，人类出现的一个简单原因，似乎就是为了代替这些生物去做辛苦的工作。但在早期的文本中，最令人意外的部分是一个传说，详细讲述了人类是如何被这些神创造出来的。25万年前，阿努纳奇开始思考如何制造一个原始的劳工时，他们想起了在地球上所遇到的一种生命形式，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那就是长得有些像他们自己的猴子。然而，当时的猴子完全是一种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连一些简单的命令都无法读懂，更别说需要他们进行自主的采矿任务了。于是，
他们通过修改这些猴子的基因来促进他们的进化。讲到这让我想起了圣经的主题，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阿努纳奇也按照他们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难道说上帝就是阿努纳奇吗？我想在逻辑上你是会认可这样的观点的，这似乎是人类历史上进化论与神创论第一次交汇的地方。基督教与进化论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可想而知当初达尔文对于宗教有何等的影响。随后被改造出来的人类占据了广阔的领土，并开始进行提取黄金工作。一切都在按照阿努纳奇的计划进行，直到某个阿努纳奇与人类女性结合，诞生出混血后代之后，事件渐渐地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这些混血既不是阿努纳奇，也不是地球上的人类。于是最高神决定通过一场大洪水抹去人类，让地球恢复原状。讲到这就会有人想到，这个故事竟然出奇的与圣经中的大洪水故事相契合。我想说，巧合多了，那就不是巧合了。这时阿努纳奇返回天空，悠然地看着他们创造的生命在灾难中死去。当地球完全被水覆盖时，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并对地球重新进行改造，之后创造了比之前更加完美的人类版本，并且在许多领域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让他们变得非常聪明。大家猜到了其中最杰出的人类物种代表是谁吗？没错，他们就是苏美尔人，恰巧就是这些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粘土板故事的作者。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不久之后，苏美尔人却开始与阿努纳奇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非常不满。因此，那些来自天空的生物进行了又一次的回访。这次，他们对人类慷慨了许多，甚至让人类保留了知识，并且独立地进一步演化。所以，你认为真相是怎样的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有关人类创造的所有理论，竟然都融合在了苏美尔的粘土板上。这些记录涵盖了一切：进化、神奇创造人类，甚至是一个来到地球，并在这里点燃生命火种的外星文明。最奇怪的是，现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发现苏美尔的这些表述与地球上许多其他文化的神话和故事竟存在相似之处，甚至连天文学家也找到了很多证据来支持这个传说观点。我个人觉得，很可能阿努纳奇并不是一个神秘的神奇种族，他们可能是其他什么的智慧物种存在。当然，大多数现代科学家都对19世纪中期发现的这些粘土板持怀疑态度，他们对关于阿努纳奇的叙述并不感冒。其中还可以看到古代人类想象力过于丰富的另一个例子。过去，人类的祖先常常会编织大量的神话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一切。例如，在没有人了解气象学这个词的时候，天空中那些亮闪闪的光芒被视为神的愤怒。然而，对于对秘密历史感兴趣的作家撒加利亚·西琴来说，苏美尔人可能是个例外。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神话和故事中所描绘的一些元素，实际上可能与外星生命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有关。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却给人们拓展了某种可能性的想象力。苏美尔人可能聪明得足以意识到，从天堂降临访问地球的生物可能比虚构的神奇更加真实。一位阿塞拜疆学者将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研究阿努纳奇。除了粘土板，他还仔细研究了古苏美尔的文本，如吉尔加美什史诗等。这些古老的文本让人类对古代苏美尔人的思维、信仰和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自然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他还研究了一种叫做埃努马埃利什的创世神话，同时还调查了在该地区发现的大量的象形文字、岩石壁画和小雕像。这个地区曾经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因此撒加利亚充分重现了阿努纳奇如何来到地球的情景。通过对这些古老文本、绘画和遗物的研究，他试图解开古代人类的文化和历史谜团。根据这位作者的说法，阿努纳奇是直接从外太空来到地球的。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就支持了这个理论，例如赫梯文浮雕，其中之一就描绘了类似火箭的物体，而在其中一张浮雕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出光芒的舱室内有一个神。这些象形文字还出现在了古埃及的阿比多斯。这些物体与直升机、飞艇等不说有多相似，几乎就是一模一样。还有一艘类似于飞出个未来中的宇宙飞船。我们知道古埃及人是不可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的，最大可能这些飞行器属于某个超级发达的文明。但即使假设阿努纳奇不仅仅是传说，这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为什么他们要提取地球的金子？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些外星人并不是将黄金用作货币，而是用来进行某种特殊的用途，不是用作珠宝，而是用金子在他们的家园世界周围创建一层保护层。撒加利亚以粘土板上的信息为基础，根据这些文本推测，阿努纳奇可能来自行星尼比鲁。苏美尔的文字告诉我们，在数亿年前，尼比鲁行星与另一个天体发生碰撞，导致这个天体分裂，形成了地球和月球。当他们发现地球拥有丰富的黄金储量时，于是他们来到地球，就有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个时机每隔3600年会出现一次，就当尼比鲁和地球彼此靠近的时候，正好是这颗行星绕太阳一圈所需的时间。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过于牵强，但这个版本很轻易地解释了天王星的奇怪行为。天文学家注意到，这颗行星在绕轨道运行时会摆动。来自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约翰·安德森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与另一个科学尚未发现的行星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此外，一些古代文物图像也确实可能作为阿努纳奇外星存在的证据。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自然环境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石质圆盘，制作于大约1万到1.2万年前。这些圆盘描绘了一个类似 UFO 的物体即将着陆。这些雕刻的石头片赞美了国王汉谟拉比统治的巴比伦。巴比伦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国王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形象。这位神奇的头饰看起来与现代的太空服非常相似。在柏林的一个神庙里，保存着另一个相当奇怪的浮雕。这个浮雕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伊什塔尔，也称伊南娜。在这里，女神也戴着一个头盔，再次让人想起了太空服。她似乎还配备了特殊的护目镜，并且连接到某种平板天线上。更重要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上部的尼尼微遗址进行挖掘时，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圆形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至7世纪之间。一些阴谋论者认为，这可能是宇宙飞船驾驶员的操作手册，而解读这个文本需要各种专家通力合作，包括语言学家、数学家和空间导航专家。他们共同确定了这块碑文的内容，上面描述了阿努纳奇的最高神奇的旅行路线。顺便提一句，他的名字叫恩利勒。如果你仔细观察苏美尔神奇的画像，你会发现他们带着类似现代手表的东西。此外，古代文本也帮助科学家确定了所谓太空港的位置，确实与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心相吻合。根据苏美尔的文献，外星人在飞越地球时使用了位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上空的航空走廊，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就位于这个地区。那么，为什么外星神奇只选择了苏美尔人？为什么他们不再访问他们的太空港呢？也许原因就像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曾经提出的那样，他认为外星生命不与我们联系，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极其不发达的生命形式。又或许是苏美尔人拒绝与阿努纳奇的合作，如若不然，人类本可以更加先进。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古代苏美尔文明的时代，他们是许多领域的先驱者。例如，我们向他们致敬的最基本的发明之一——车轮。接下来，苏美尔人是第一个开发复杂灌溉系统的文明，即以人为手段将水引入土壤。他们的城市是按照网格图案建造的，这种规划系统成为了未来城市规划的典范。古代苏美尔人还发展了冶金学，使用铜和其他金属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武器。除了用铜和铁制作的矛、剑和匕首，他们还制作了包括头盔、锁子甲在内的盔甲。
他们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文字系统，称为楔形文字。他们使用楔形文字在粘土板上记录他们的法律、仪式、商业交易和其他的重要事件。在确切的科学领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专业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例如，他们创造了一个十进制数系统，后来通过修改和扩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数学体系的基础。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古代苏美尔人的成就在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数字现在被用来测量时间和现代几何学中的角度。苏美尔人基于月亮的循环，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日历。一年被分为12个月，每个月被分为30天。根据当前解读的文本，苏美尔人对宇宙和星星有着非常准确的信息。在6000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苏美尔的天文学家将天空分为12个黄道带，并且还知道太阳系中所有的行星。尽管天王星直到1781年才被正式发现，冥王星直到1930年才成为一个人类认可的行星。古代苏美尔人在天文学领域的知识确实令人钦佩，这证明了他们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先进程度。别忘了，他们是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而不是未来。按照人类当前的文明进展，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存在望远镜或其他现代科学装置的。当然，我更希望相信人类的祖先足够聪明，能够在没有超级先进生物的帮助下发明和发现这些东西。但现代遗传学家似乎找到了可能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阿努纳奇的恩赐。在196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科学家马吉特·纳斯和希尔瓦纳斯·菲格发现了人体 DNA 不仅存在于细胞核内，而且还存在于细胞核外。这种变异被称为线粒体 DNA。阴谋论者认为，这证实了阿努纳奇对人类 DNA 基因的修改创造。这些神奇想要创造出一种易于训练、完全受其控制的杂交种族。线粒体 DNA 是一种独特的遗传物质，这可能是将阿努纳奇基因保存为人类生物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键因素，为后代提供了遗传基因。它本身的突变功能为进化提供了无限可能，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如果这些说法至少有部分属实的话，这意味着这些外星生命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像他们那样的水平，同时又无法超越它。任何试图偏离计划的尝试都会立即受到惩罚，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场巨大的洪水。尽管一些苏美尔文本提到了阿努纳奇的后裔吉尔加美什国王，一个传说说阿努纳奇带他进行太空飞行，以便他可以从深空看到整个地球。但当吉尔加美什看到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时，他感到了恐慌。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类对天空和宇宙的好奇和幻想。然后他被带了回来，但他不是唯一一个根据现代概念可能与来自尼比鲁星的外星人有关的真实人类。有人认为，有一位著名的女性很明显是阿努纳奇的后裔，她就是古埃及的王后纳芙蒂蒂。在阿玛纳发现的半身像，我们可以看到纳芙蒂蒂在埃及统治者中拥有非常特殊的外貌，她有着一长长的脖子和大眼睛，她的脖子异常的长，头部呈椭圆形，这与阿努纳奇的描述非常相似。法老胡夫也被认为与这些古代外星人有关，因为在一尊古代雕像中，他被描绘成一个拥有奇怪椭圆形头部的人，而且他活到了96岁，这在当时埃及的男性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的时期显得特立独行。最重要的是，如果法老与阿努纳奇确实有关，这可能可以解释他是如何建造像吉萨大金字塔这样复杂宏伟的建筑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古埃及最令人瞩目的建筑之一，它的建造确实引发了很多讨论和猜测。虽然有很多假设关于石块是如何被移动和堆放的，但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任何一种理论，包括使用滑轮、斜坡、木框架等，但仍然缺乏详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方法是否真的被用于建造金字塔。而且，金字塔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呢？此外，还有一个假设称这些金字塔是被特意排成代表猎户座的腰带。
简而言之，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真相，就是完成一个这样的项目，需要对天文学、地图和工程学都有很高的水平知识。或许未来人类的后代会从中吸取宝贵的知识经验。金字塔的用途和建造方式是古埃及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包括金字塔可能用作陵墓、仪式场所、天文观测设施等。金字塔是否与猎户座有关，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假设阿努纳奇确实存在，并且每隔3600年会访问地球一次，那么我们可以预计他们下一次的出现将在15世纪。这仅仅是在假设研究人员在计算他们最近一次访问的日期时没有错误的情况之下。当然，来自尼比鲁的客人也有可能会更早地宣布他们的存在。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一历史性的会议会是什么样子。阿努纳奇可能会像他们以前做过的那样摧毁人类，也可能会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来宠坏人类。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是否会把人类视为追随者、盟友还是奴隶？这仍然不清楚。敏感我个人的观点更倾向于追随者，至少是没有太多的恶意。如若不然，以他们的能力，想要摧毁地球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的阴谋论者确信，具有 Rh 阴性血型的人可能是阿努纳奇的继承者。不过这种血型并不罕见，许多过去和现在的名人都拥有这种血型，特别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汤姆·克鲁斯、碧昂斯、尼尔·阿姆斯特朗等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所有这些理论，似乎就需要开始寻找外星神奇的后代，这样在时机成熟时，我们就能拥有体面的文明大使。当人类的创造者登台时，我们并不希望发生任何的冲突。现在不要浪费时间，找出你亲戚的血型，观察一下你朋友的头型，分析一下你学校篮球队成员的平均身高。完成后，欢迎在下方留言，揭示可能是阿努纳奇后代的人类的名字。我们需要防止洪水再次降临地球。